第1174章调和地心浑髓。这块绿色的石头，远看倒的确是与寻常石头没什么两样，不过带得接近，方才能够发现，在那石头上布满着许些颇为奇异的纹路，而且石头表面略有些透明，若是放在灯光强烈的地方，还能隐约看见里面流淌的许些粘稠浆体。萧炎的目光顿在这块绿色石头上片刻，终于是轻吐了一口气，徐徐地压下心中的惊喜，弯下身来，小心翼翼地将这块仅有巴掌大小的绿色石头握于掌中。手掌一接触到这绿色石头，顿时有种温凉的感觉传来，轻轻摇了摇，其内有着细微的水液晃荡，声音传出：天马绯石晶。萧炎凝神将这块绿色石头来来回回检查了好半晌，方才终于确定，这东西便是他所需要的最后一种东西。不愧是万药山脉，将这块天马绯石晶小心翼翼地收入那界，萧炎心中也是忍不住的有些虚息。这些东西若是让他在外界寻找的话，恐怕必然要费很大一番功夫才能弄到手，然而在这里却只是需要弯身寻找而已。得到了最后一种东西，萧炎方才转过身，望着那坐在广场边缘处石梯上的紫妍，不由得一笑。找到了。见到萧炎走过来，紫妍也是精神一振，连忙问道。萧炎微笑着点了点头。那你什么时候走啊？紫妍兴冲冲的道，他在这丹界也待了一些时日，这里虽然好吃的东西多，但与斗气大陆相比，却是缺少了人气。帮我寻间密室，我需要配置一些东西。说到这个，萧炎脸色略微有些凝重，地心浑髓极难获得，此次若是将其配置失败的话，下次想要再次得到这等天才地宝，也不知道得什么时候，所以此事也不能怠慢。瞧得萧炎那凝重的模样，紫妍也是乖乖的点了点头，领着萧炎绕过广场，然后在石殿深处给他寻了一处严密的石室。我出来之前，千万不能让人打扰我。萧炎行进石室，然后郑重地对着紫妍提醒道：放心吧。紫妍重重地点了点头。见状，萧炎方才放下心来，缓步进入石室，然后那石门在一阵轰轰的声响中轰然紧闭。石室并不宽敞，但却已经足够使用，柔和的灯光从四周倾洒而下，将石室内的阴暗尽数驱逐。萧炎迅速来至石室中的那石床处，然后盘腿而坐，却并未立刻动手，而是双眼微闭，调整着心境的波动以及自身的状态。地心浑髓的配置成功与否，将会决定萧炎能否彻底进入那所谓的8品之界，所以这可容不得他有半点的分神。萧炎闭目，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左右，终于是缓缓睁开，漆黑的双眸中古井无波，犹如一汪深潭般深不可测。一口气息顺着喉咙缓缓吐出，萧炎手掌在面前虚空一抹，3个玉盒便是悬浮在了其面前，屈指一弹，盒盖揭开，一股异香顿时弥漫而开，令得萧炎精神为之一振。3种东西，其中地心浑髓与丹灵浆能够直接配置，只要将分量掌握好，至于天马绯石晶，则需要将其内的石晶给提炼而出，方才能够加入配置。提炼倒不是什么困难的活，特别是对于现在的萧炎来说，当下其手掌一招，那刚刚得到的绿石便是飘飞而出，然后悬浮在萧炎面前。萧炎瞥了一眼面前的这块天马绯石晶，然后嘴一张，碧绿色的火焰直接是喷吐而出，然后将之尽数包裹而尽。火焰一出现，便是在萧炎的控制下，将温度猛然提升至一个极强的地步，因此仅仅不到半分钟时间，那天马绯石晶表面便是裂开了一道道的裂纹，隐隐间有着一种极淡的气味从中飘散而出。见状，萧炎微微点头，屈指突然一弹，一股细弱的劲气便是敲打在天马绯石晶之上，然后后者便是咔的一声，一块块碎石从其上掉落而下，最后露出了其中所隐藏的淡白色浆体。随着这种白色浆体的出现，萧炎方才逐渐的减弱火焰温度，最为化为一缕，在石头的下方燃烧开，那模样就犹如火焰在蒸烤着一个石碗一般，在碗中一些白色浆体还在翻腾着细微的气泡，每一次气泡的爆裂都会有着一股淡淡的腥味升起，这种腥气便是石晶中的杂质，唯有将之淬炼之后，方才能够使用它来调和地心浑髓。这种提炼对于萧炎来说并费不了什么心神，仅仅10几分钟时间，那白色浆体内的腥气便是会尽数驱逐。完成了石晶的提炼，萧炎面色不变，
手掌一晃，一些精致的玉瓶与器皿便是出现在了其手中，然后心神一动，便是各自有着细小的一缕液体自面前3个玉盒之中涌出，最后在萧炎的控制下，一起的汇入了一个透明玉碗之内。吃，3种液体刚刚一交织，便是爆发出了一阵淡淡的烟雾，旋即宛如极为敌视一般，居然直接互相侵蚀，接触间不断的弥漫出一些细小的气泡。萧炎目不转睛地注视着3种液体的互相侵蚀，片刻后，其中的丹灵浆以及石晶彻底的消散，而所剩下的则是只有那略显斑驳的地心魂髓。地心魂髓量多了。见状，萧炎轻轻摇了摇头。根据药方记载，调配成功的地心魂髓呈翠绿色，而如今这碗里的却是显得颜色相当斑驳，明显是失败成品。对于这第一次失败，萧炎倒也未曾感到什么灰心，这东西若是第一次就成功的话，那运气倒也是太好了一些，不过就是有点心疼，地心魂髓太过珍贵，若是多失败个几次，即便是连他也是得心头流血啊。接下来的事倒是没什么变化，依旧是千篇一律的不断改变着3种宝贝的掺杂分量，这种调和若是多上1分或者少上1分，那么便是会打破3种液体间的平衡，最后落个失败下场，所以调和间万不能因为失败而心境波动。3种天才地宝的调和，萧炎失败了11次，而在这11次的失败中，也是将3种宝贝的体积消耗了将近1/3。不过虽说这代价挺大，但萧炎的脸庞依旧看不出半点急躁，而且那调配的手法也是越来越熟练，分量的增减间也是不再如同先前那般迟疑。以如今的炼药水平，放眼同辈之中，能超过的他怕也是屈指可数，自然是不会因为这种失败而扰乱心境。毕竟若是连这都抗不过去，还如何在丹会上去群雄相争？萧炎的目光紧紧注视着那玉碗之内，3股色泽不同的液体在其指尖凝聚，只要玉碗内哪边分量减少，他便是迅速加注丁点，努力地保持着其中的平衡程度。经过屡次失败，这一次那玉碗内的液体倒是越发的显得清澈葱郁起来，隐隐间有着一种淡淡的香味弥漫而出。嗅着这种香味，萧炎那一直毫无动静的双眸中方才浮现一抹波动，一根手指轻轻一抖，一滴石晶便是缓缓地掉落在了玉碗内。是，随着这一滴石晶的掉落，那玉碗内顿时弥漫出一股股淡淡的烟雾，而在那烟雾过后，留下的却是一小碗如翡翠般充满着生机的粘稠浆体。呼，望着玉碗内液体的成色，萧炎也是忍不住地轻松了一口气，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其内的浆体使用一个上好的玉瓶装盛而起。当然，想要令的灵魂蜕变，光是这一点点调配好的地心魂髓自然是不够，不过有了这第一次的成功，接下来则是要显得容易了许多。短短2个小时左右，那所剩余的3种天才地宝便是有着将近1大半被萧炎成功的调配。望着手中那已经满溢至瓶口的翡翠色液体，萧炎脸庞上终于是划过一抹欣慰的喜意。虽说失败了许多次，但这所剩下的成功产物已经足够他此次的挥霍。接下来方才是最为重要的事啊！握着玉瓶，萧炎深吸了一口气。如果此次蜕变能够成功，那么他便是能够在丹会开始之前成功进入8品之阶，而到时他方才能够真正的具备稳定冠军的资格与实力。为了3000焰炎火，不论如何也必须成功。眼中掠过一抹狠色，萧炎举起玉瓶，直接对着嘴巴灌去，脑袋一仰，将近大半的地心魂髓便是顺着其喉咙咕噜咕噜的尽数流淌进入萧炎身体之内。就在地心魂髓灌入体内那一刹，萧炎脑袋顿时嗡的一声，眉心处的灵魂力量在这一刻犹如吃了催化物一般陡然膨胀起来，那股膨胀之迅猛令得萧炎眉心处传来剧烈的胀痛之感，那模样就犹如脑袋是要在此刻爆炸开一般。